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，身边容易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特别是身边很多成年的朋友，本来好好的，结果这几年呢，尤其是疫情之后，反而成了过敏体质。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过敏，阳光晒一晒容易紫外线过敏，然后经常还有莫名其妙的出现湿疹、荨麻疹等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，为什么我们身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有没有什么通过营养素来改善的方法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vepluscanada.com，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，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过敏本质是一种免疫系统的误操作，咱们可以把身体的免疫系统想象成一个安保系统。本来呢，这个安保系统应该只对真正的入侵者发出警报，比如说病毒啊，还有细菌啊这些。但有些时候，我们的免疫系统却对无害的访客，像花粉、食物蛋白质这些也大惊小怪，拉了警报。这个呢，就是过敏了。可别小瞧这个错误警报，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麻烦可不小。轻的呢是皮肤出现荨麻疹、瘙痒、红斑，然后打喷嚏、流鼻涕；重的呢可能造成支气管的痉挛，然后血压下降、心律不齐，甚至意识模糊、昏迷。特别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。那真正引起人关注的是这几年过敏的人群有显著的增长趋势。最新的统计数据啊，美国每年有超过1亿人经历各种过敏症状，而超过6700万的美国人遭受过敏症状的困扰，也就是差不多1/5的人生活会因为过敏受到影响。欧洲呢也有类似的统计数据，具体是欧洲有超过1.5亿人患有慢性的过敏疾病，而且关键是这几年的趋势越来越多，预测最快到2025年，欧洲就会将有1半的人口受到过敏疾病的影响。这个数字听上去可就有点可怕了吧？那为什么过敏的人越来越多？专家分析了下面这些原因。第一个，现代生活环境的变化是过敏症状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最突出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可以促进植物的花粉产量。科学家预计呢，如果二氧化碳污染持续处在高水平，那么到本世纪末，美国的花粉产量可能增加200%。这个就像给植物注射了兴奋剂，它们变得更加多产，释放出更多的花粉颗粒。但对于过敏患者来说，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比以往更多的过敏源攻击。现在你知道减少碳排放也不全是政客们吃饱了撑的喊口号，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的生活呢息息相关。第二个，现代人的生活太干净了，家有小朋友的可能都深有体会。现在的小朋友普遍都太娇气，一个孩子3、4个大人照看，然后基本都是360度的无死角照顾。这带来了个问题呢，就是生活环境太干净，小朋友基本难以接触细菌、寄生虫。虽然减少了生病的几率，但免疫系统呢平时也是养尊处优，缺乏训练，真到应对挑战的时候啊，更容易对无害物质反应过度。第三个就是肠道菌群失调。我们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组织有70%左右集中在肠道，而现代的饮食习惯呢，像高油、低纤维、精加工的食品，非常容易打破肠道的菌群平衡，并引发过敏。说完了上面这些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部分，也就是如何通过营养素来调节过敏反应了。我们先说一个前提，就是营养素调节免疫系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这就像训练一支军队需要时间一样，重新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呢，也需要耐心。所以在过敏反应出现的时候，光靠营养干预是不够的，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是要该吃药吃药，该监护监护。明确了这些，我们再来说从长期来看能帮助你预防和减少减轻过敏反应的营养素。第一个呢是维生素 D。 维生素 D 堪称免疫系统的指挥官，它本身是具有多重作用的激素，包括调节免疫系统、减少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和促进耐受性等等。那讲人话啊，就是维生素 D 能够促进调节 T 细胞的产生，而这些细胞呢，就像免疫系统当中的和事佬，能够防止过度的免疫反应。另外，维生素 D 可以减少促炎因子的释放，降低过敏反应的强度。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免疫系统学会容忍一些无害的外来物质，所以也是我们最推荐的过敏人群要注意补充的营养素。第二个呢是欧米伽3。欧米伽3脂肪酸就像免疫系统的润滑剂，能够减少炎症反应，让免疫系统运转得更顺畅。它能增强免疫细胞膜的稳定性，影响与炎症相关的基因表达，减少过敏介质释放的同时呢，
从根本上减少炎症的反应。那一项荟萃分析显示，孕期注意补充欧米伽3可以显著降低婴儿患湿疹和食物过敏的风险。另外呢，也有研究显示，老年人连续服用维生素 D 和欧米伽35年，与不服用相比，老年人患自身免疫疾病的几率减少了25%到30%。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那么严谨，但也算为欧米伽3脂肪酸的免疫调节作用提供了一些证据。第三个是益生菌和膳食纤维，像前面所说的，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，肠道菌群有如护卫队，帮助识别敌我目标。当这支护卫队失调，免疫系统呢就容易走火入魔。现在的研究显示，一些益生菌，像鼠李糖乳杆菌、乳双歧杆菌、副干道乳杆菌，都被证实能改善过敏性疾病，比如异位性皮炎，还有食物过敏。还有一些益生菌，比如这一款就是专门针对湿疹的。那除了益生菌之外，膳食纤维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益生菌的口粮，尤其是可发酵性的纤维，像洋车前子壳啊、抗性糊精等等，能在大肠当中呢产生短链脂肪酸，也就是丁酸，帮助调节免疫细胞，降低炎症。所以直接补充丁酸也可以起到帮助调节免疫细胞的作用。第四个是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呢不仅是众所周知的抗氧化剂，更是天然的抗组胺成分。那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C 能够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，同时加速组胺的降解，从而减轻打喷嚏、鼻塞、流泪等症状。那同样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是槲皮素，所以我们有一款非常经典的产品，把这两个成分组合在了一起。所以如果经常过敏的朋友，可以试一试它。最后我们再说几个生活里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一个是注意适量的运动。我们知道适度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功能，这个没错，但过度运动可能抑制免疫系统。这几年呢，跑马、越野等极限运动非常流行，其实这些挑战极限啊，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所以要避免盲目跟风。再就是保证睡眠，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。成年人少刷一会儿手机，尽可能保证每晚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你的免疫系统会感谢你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这些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